在1970年代，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特别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质疑当时流行的凯因斯主义政策，这导致了货币主义理论的兴起。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胀主要是由于货币供应过剩造成的，因此主张透过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胀。美国在1980年代初期正式采用货币主义政策。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主席保罗·沃克将重点放在控制货币供应量上，以降低高涨的通胀率。这些政策在初期造成了经济放缓和失业率上升，但最终成功地降低了通胀率，并为1980年代后期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货币主义的实践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经济放缓和失业率上升，但长期来看，它被认为有助于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然而，这种政策也面临着不少批评。一些批评者认为，过分依赖货币供应量控制可能会忽略其他影响经济的因素，如财政政策、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等。此外，货币主义对于中央银行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中央银行需要拥有独立性，以避免政治因素的干预。这对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来说，是一项重大的组织和政策转变。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货币主义是否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经济政策工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的角色和效果，并考虑如何将其与其他政策工具相结合，以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货币主义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经济理论，它对于我们理解和应对经济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讨论和研究这个主题时，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经济学，还能够探讨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当然，让我们继续讨论货币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实施与其经济转变。在197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环境面临巨大挑战，高通胀率成为多国的共同问题，特别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开始探索新的经济理论来应对这些挑战，货币主义便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选择。以美国为例，1980年代初期，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下，美国开始实施货币主义政策。当时，美国正面临着2战以来最严重的通胀问题。为了控制通胀，美国联邦储备在保罗·沃克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利率和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这些政策初期对经济造成了压力，导致了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但最终成功地将通胀率降低。到了19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逐渐恢复并进入了一个较长期的扩张阶段。在英国，货币主义政策在1980年代由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推动。当时英国也面临高通胀和经济停滞的问题。撒切尔政府通过限制政府开支和减税来控制货币供应。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引起了经济紧缩和失业率上升，但最终有助于恢复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德国在1980年代也倾向于采取类似的经济策略。德国联邦银行 Bundesbank 坚持严格的货币政策，重视控制通胀。这种政策帮助德国在1980年代保持了相对较低的通胀率，并支撑了经济的稳健增长。然而，实施货币主义政策的国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这些国家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比如提高利率和减少政府支出。这些措施可能会短期内对经济和民众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这些政策的效果也受到经济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时并不如预期那样有效。尽管如此，货币主义在许多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帮助这些国家控制了通胀，恢复了经济稳定，并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这些实践表明，货币政策在经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同时也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相结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总的来说，货币主义的实施展示了经济政策在面对挑战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经济理论来应对各种经济挑战。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当然，让我们来谈谈货币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货币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不仅影响了实施这一政策的国家，同时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首先，在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实施货币主义政策的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其货币政策的变化对全球金融市场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当美国联邦储备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时，这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同时也对全球资本流动和货币汇率产生了影响。这些变化可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特别是那些依赖外来资金和进口的国家。其次，在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货币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政策框架。许多国家在观察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采用货币主义政策后，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经济策略，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供应控制的重视。这一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一致性，有助于缓解国际金融危机。最后，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货币主义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国家面临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挑战，例如高通胀和外债问题。在这些情况下，货币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国家在实施货币主义政策时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如经济结构的刚性、金融市场的不成熟以及政策制定的困难。这要求这些国家在采用货币主义理论时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本土化。总的来说，货币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工具，不仅影响了实施该政策的国家，同时也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实践经验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然而，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没有一种经济政策是万能的。各国在实施政策时，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特点进行适当的调整和灵活运用。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货币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将继续受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讨论。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经济学者来说，理解这些理论和政策对于我们解读经济现象、做出合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